打降解酶把玻尿酸降解掉就可以解决的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不完全对的啊。为什么啊？因为首先第一个问题，你打的东西造成你盲化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玻尿酸？事实上这3-4年我们处理过非常多盲化问题，有很多不是玻尿酸造成，绝对不是只有玻尿酸会造成盲化，很多胶原蛋白增生剂，它可能打太多，或者是某些特殊的胶原蛋白增生剂，它后面可能会乱长。那这种状况呢，就可能它长太多胶原蛋白，然后脸就盲化，长出来的这些你不想要的这些造成你盲化胶原蛋白，可不可以用降解酶降掉？是不行的哦。第二个问题就是，就算你今天打的是玻尿酸，你的降解酶的确可以把玻尿酸降掉，可是如果你的玻尿酸因为打太多或是太久了，你把降解酶打进去，你的玻尿酸降解掉了，你的皮肤可能会变松变垮。它展现出来的一样是松垂，然后一样是没有办法缩小有弹性了。那这种方法就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法。身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我始终坚持解剖分层为基础，结构力学来设计，安全优先是原则。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比如说盲化脸，只要把降解酶打到盲化的地方就可以改善的，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答案呢是不完全正确的啊。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你打进去的是纯粹的玻尿酸嘛？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几年因为医美的风行，很多人他不是单纯打玻尿酸，他可能还打了其他的东西，还有很多的东西它是降解酶降不掉的。比如说这几年非常风行的胶原蛋白增生剂，胶原蛋白增生剂如果医师过度填充，或者是某些特别品牌的胶原蛋白增生剂，那可能后面会有一些过度生长、乱生长的状况。想知道是哪个牌子，很容易会造成这个过度生长或乱生长嘛？你私讯我再告诉你。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你的盲化脸打降解酶是没有效果。第二个状况是，好，你就算今天打的是纯玻尿酸，你降解酶打进去，玻尿酸溶掉了，但因为太久了，你的组织已经被撑松了。那这个时候你打降解酶，其实它虽然消了，但脸是松的，是垂的，它不是紧致的，它呈现出来一样是比较大、比较垮的状况。坦白说，满街都有诊所在帮你填充，可是却很少有诊所他告诉你减法该怎么做，他只拼命的帮你做加法。但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现在医美已经进入了减法的时代，不是单纯靠加法就可以让你变美。我看现在路上有好多的女生啊，她们好像被这些医美诊所一直鼓吹在脸上打东西，很多人脸上打到脸都跟我有一点像越来越圆了，这样是对的吗？好，这是一个很奇特、很扭曲的状况啊。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诊所会有一些话术他会告诉你我们填充的越多才有办法让你的脸越来越紧致，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当你过度填充的时候，对你一开始会发现你脸上一些凹沟不见了，看起来比较平顺了。可是，一旦过度的时候，你首先会觉得自己的脸怎么开始有点变大。更可怕的是后面会有什么情形？当这些过多的填充在你脸上，它呈现出来的不是你想要的填充达到紧致，反而这些多余的重量会让你的脸越来越垂，会垮得越来越快。那这个刚好就是我们最不想要看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医美诊所，它靠着话术跟骗术来说服你达到这个 imagination 跟 hallucination， 告诉你说填充可以达成紧致。No， 填充改善的是凹陷，紧致要怎么处理？当然要靠拉。我不断的在重复这个观念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填充打越多越好，不是的。的确，我们填充一些东西可以去阻止你的流失，但过度填充只会让你看起来越垮，也越大，越来越像哆啦 A 梦。那有人说，其实只要注意你填充的层次，填再多都不会造成盲化，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答案也是不完全正确的。会造成盲化的关键有几个，赶快去看我们盲化脸第6集嘛。好，那里面我有详细的介绍说盲化可能的原因，会造成盲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填充过度。第二个的确跟填充的层次有关，但你层次对了，填充多了就不会盲化吗？一样会盲化。这个世界有一个基本的定律叫做物质不灭。你填进去的东西，即使填在对的层次，但只要过量，它一定就是会肿起来，会鼓起来。不要过量，非常的重要。不要过量，非常重要。你看，因为很重要，所以我讲了好几遍。那另外还有几件事情，就是像我在第6集里面提到的就是某些位置你去填充，反而会让你的脸失去了一些角度，失去了一些折叠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医美的时候，我们说，这里好像少一点点，这里少一点点。我常常发现大家都会很在意那一点点我们要看细节没有错，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你把一些小小的光影的这个凹陷，你把它填起来，只会让人家觉得脸不自然。所以熟知解剖构造、熟知结构的医师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有诊所跟我说
用自己的脂肪，因为脂肪是自己身上的东西，所以打在脸上最自然，完全不用担心蛮化。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问题呢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体脂肪虽然是自己身上的，可以结合度很好，不用担心排斥，可是所有的材质，不管你用什么材质，都要特别注意，就是只要过量都会造成蛮化。第二件事，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脂肪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就是如果你后面体重增加太多，它本来就是你身上的脂肪嘛，那你吃胖的时候，你身上的脂肪会不会变大、变多、变厚？会。你填进去的脂肪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坦白说也会。所以自体脂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持久啊，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如果你变胖，它有没有可能也变大？这是有可能的哦，这是它的代价。第三件事情呢，自体脂肪，我问你，脂肪是软的还是硬的？脂肪是软的嘛？谁的肚子里那边脂肪是硬的？都是软的。所以脂肪如果填多了，除了造成蛮化，还会造成下垂哦。我之前打了太多填充物哦，脸都蛮化，现在脸好圆。听说打电音波可以改善我脸的蛮化，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答案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哈。第一件事情是你选的是哪一种电音波，不是每一个电音波在于让脸变小这件事效果都是明显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买的这个时空1电波，就 Exxon 那它有一个独步全球的技术就是8mm 溶脂的技术，它打电音波的时候，它就可以把一些多余的这个脂肪组织溶掉，这样当然可以让脸变比较小。那打电音波有没有效呢？某些材质打电音波的确可以让它消比较快，因为它怕热比如说像玻尿酸。但有一些材质比如说像童颜针或者是像这个精量子，如果你是这些东西填太多，那你用热能可不可以让它消比较快？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些材质没有那么怕热，你要先弄清楚它的诊断是什么，我们再去处理。它蛮化的原因是什么材质？那你知道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再来选择你要做的治疗，这个治疗的方式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针对你的原因？不然其实有很多诊所，他管你这种问题，脸大我们就打热毒好了，脸大我们就打小指针，我们打电音波，尤其现在电音波这个机器太流行了，为什么？因为它操作简单嘛，比较没有技术性，每个进来就像工厂一样，拼命说服你打电音波，可是很多人打完说这不是我要的，钱不好赚，所以一定要先弄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怎么样增进这个知识，多看我们的节目，你才不会被很多诊所的 hallucination 跟 imagination 给话术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